了。最近因为疫情越来越严重了嘛，所以健身房都不能营业啦。那些原本只去健身房运动的人，也开始必须改成是在家里运动了。然后我们家摄影师不知道是不是疫情在家太无聊了，正式决定要开始认真的运动。然后跟我在家健身几个礼拜下来，他问了我一个我觉得大家都会有的问题。那我开始喜欢运动的话，那疫情缓解了，全国解禁了，那我是不是应该要去健身房运动比较有效健身房运动真的就比较好吗？在家运动真的就容易做白工没有效果吗？两个到底差在哪里呢？那我自己以前其实也是一阵一阵的在国外的时候我是以去健身房为主，回到台湾工作之后呢，反而是在家运动比较多。我觉得在家运动或者是去健身房其实各有好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比较看看吧。第一个是设备差异，健身房当然设备就是非常的多光是哑铃就是好几组完整固定重量的摆在那边让你使用。那固定式训练的器材也是一台一台的摆，而且因为固定式器材多，相对的在健身房运动起来受伤的几率也就比较低。对新手来说，使用固定式训练器材训练起来也比较友善，不用在一开始很没有自信的时候就用自由重量做训练。你想想看，如果你是新手在家里面做卧推，然后你又不小心把重量上错了，旁边没有人帮你，那你是不是就很容易受伤了呢？那在家里面运动，我们当然不可能器材像健身房这么多这么完善，但是你还是可以依照你平常最常做最喜欢做的运动类型，准备一些适合你的器材在家里面使用那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买适合自己的健身器材的话，可以看这支影片第二个是运动氛围，我觉得健身房就是有一种很神秘的气可能是因为有一堆器材，然后旁边的人都在运动，就是一种从众效应，你知道吗？就会迫使你的身体不自觉的跟着动了起来，而且健身房也不会有什么外界的干扰。你在健身房运动，不会有小孩追着你的屁股说：“妈妈，我想要吃东西；妈妈，我想要 iPad；妈妈，我想要这个；妈妈，我想要那个。”也不会有宅配要你下去收包裹，也不会有家里的各种诱惑。然后在家里运动的话，你就需要比较用心的去营造一个专属你运动的空间跟氛围，然后拒绝各种家里面的像是电视电动这些诱惑。接下来是健身内容的安排。如果加入健身房的话，你一定要去上团课，你知道吗？健身房很大部分的支出是团课老师的费用，你不去上课就是浪费这些老师的努力，浪费自己交的钱而且通常这些团课都会有非常多不一样的种类可以选择，像是肚皮舞各式瑜伽、流行舞蹈或者是拳击有氧等等的。而且上团课是一个很好交到朋友的机会，看着旁边的同学跟你一样被操到快往生，自然就会产生一个革命的情感，很容易就跟旁边的人变成朋友了。有了这些跟你一样喜欢健身的朋友，就可以相约一起去运动，产生更多运动的动力。那如果在家运动的话，我觉得选择性就更多了，像是现在有很多运动 App 就可以下载来用看看，或者是简单的点开 YouTube 就可以搜寻到很多不一样的运动影片，可以在家里面跟着做另外这边要提醒大家一下，可能很多人会幻想去健身房就会有热心的教练，每次你使用一个器材，他都会很热心的过来指导你说，没有，你应该要这边样要怎样。在我健身的这些时间，我是真的没有遇过这么热心指导的教练曾经在我很一开始进入健身房运动的时候，我因为不会使用那个固定式器材，我有去问过在旁边站着的教练，他根本没有想要理我我觉得他只有想要卖我教练课吧。再来是费用差异，到底是加入健身房比较经济，还是打造属于自己的居家健身房呢？我觉得大家第一个直觉可能都会觉得买这些居家健身器材很花钱，那我就用我现在居家健身房的设备来算给大家看。首先是杠哑铃组3000，杠片5000，卧推5000，弹力带1000，瑜伽垫500，滑轮下拉组2000，拖拖下来大概就是2万块有找。而且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哇，看到2万块觉得这个数字好大。这边我要特别提醒大家，这些器材都是一次性的购入，而健身房的年费是持续不停的需要缴费的台湾健身房的费用 range 其实也蛮广的，一年从1万到5万不等。等一下，我觉得上面讲的好像都是健身房赢接下来我就要帮居家健身加分。下一个是时间花费，如果你是要去健身房运动的话，事前你就要准备一个健身包，然后各种准备各种分装，比如说像是高蛋白或者是运动补给品，就要全部都先装好，然后你的小道具还有要换鞋衣服等等的。然后打包好这个包包之后呢，你就要交通时间。如果你是自己开车的话，你还要想办法避开交通尖峰时间，
坐车的也是想办法不要跟人家人挤人，不然没有位置可以坐。去到那之后呢，还要找停车位，然后健身房还有健身房的尖峰时间，很多人可能都习惯在这个时间下了班吃饱饭，大家都挤在这个时间去运动。那你去到那，你还要排器材，还要抢器材，还要等别人用完，这个夯不啷当全部加起来，你健身从去健身到健身完，可能没有3个小时办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你原本计划好了，今天就是下班了，你就要去运动，结果临时加班了。这时间一往后延，你就觉得哇，那我回家都不知道几点了，就干脆不去运动。那你休息了1天，就很容易休息第2天、第3天，所以你的运动计划就不复存在了。那在家里运动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了，你高兴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这个健身房完全就是为了你而开，完全可以符合你的行程，你不需要迁就。接下来是隐私，在家里面运动超自由。第一个是衣着的部分，你高兴穿什么就穿什么，而且就算你今天想要穿一个很漂亮，可是它比较露的内衣或者是短裤，你都不用担心会走光，或者是运动中间出现骆驼体，你也不用担心那种好像没有看过女生身体构造的弟弟一直死盯着你看，或者是如果你对你的身材比较没有自信的话，你也不用担心去到那，结果我身边围绕了一些哇身材怎么这么好啊，然后自己就觉得有点害羞或者是不自在。而且在家里面运动还可以爽爽的播自己想要听的音乐，你就可以自由的选择适合你今天训练的强度跟节奏的音乐，而且不用戴耳机。大家知道蓝牙耳机做的再怎么好，我不知道是我耳朵构造的问题吗？我就是没有办法选到一个我在运动的时候不会掉下来的蓝牙耳机。再加上运动一定会流汗，流汗之后耳机在那边沾来沾去的，真的很烦啊。接下来是环境卫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经验，就是一走进健身房，觉得好臭，然后走到健身器材旁边，一看就是很湿的一个状况，很湿还好哦，有的是摸起来还黏黏的，然后你又不知道该用什么擦它，那好吧，那就用毛巾垫着。那健身房会进去的时候会给你一条毛巾，你就又会怀疑，那这个毛巾有洗干净吗？然后上团课也是，以前我很喜欢固定上一个时间的瑜伽课，然后呢，很不巧的，这一堂课的前一堂都是排全集有氧，然后每次大家进去，瑜伽是一个是舒缓瑜伽，很需要沉浸，就是很 peace 的一个状态。可是你走进去，整间教室是臭的没有关系，我们等一下就好了。但是呢，地上全部都是大家很用力的全集有氧，全部都是湿的，因为大家汗。然后你还要拿那个瑜伽垫去跑。那居家健身就没有这个问题啊。当然每个人的卫生习惯不一样，但是至少那都是你自己的汗嘛。再来就是运动后的补给，像我自己就是运动完之后都会很饿，必须马上补充热量。那如果你在家运动的话，你就是可以很轻松的走进厨房，然后拿出你可能已经准备好的餐点，然后出来吃掉，而且是一个你可能热量已经算过是很健康的食物，而不会像你如果去健身房运动，你走出来真的很饿，你已经撑不到家了，然后路边有什么就是已经饿到没有办法思考，就随便走进麦当劳，然后吃了一个大麦克餐，然后可能还多加了4块鸡块跟一个炸鸡等等。而且在家里面，如果你运动完要补充高蛋白的话，也比较方便嘛，你就不需要带着那一大桶，或者是还要把它分装成小盒这样带着，然后又怕洒出来什么之类的。所以在家运动对于运动完的补给这一块呢，可是非常方便的。好，结束了。不知道看完今天的影片，大家对于居家健身或者是去健身房运动有没有产生什么不一样的想法，或者在疫情结束之后有没有想要做什么样的调整呢？都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哦。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欢迎订阅我的频道，频道上还有更多健身相关的影片。